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家的汉堡，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又到了经典的瑞末时间，这次的故事是老爷的单线，并且是通过鸟人的回忆首次提及瑞克老爷年轻时候的故事。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瑞克老爷送走了即将前往游轮度假的家人。老爷在车库中小酌一杯，准备修复被分尸状态的好友鸟人。然而鸟人被唤醒后，只剩下鸟，没有人的一部分了。瑞克老爷连忙问系统，这是个什么情况？人工智障嘀嘀咕咕了一大堆分析话术，老爷让他不要逼逼赖赖，说重点。人工智障这才解释道，鸟人的主意识不愿意从潜意识出来了，俗称陷进回忆杀了。人工智障说着说着还把自己给说急眼了，老爷忙着呢，没空收拾他。他准备进入鸟人的潜意识中找回鸟人的主意识。人工系统赶紧提示他，这样做的风险太大，随时都会狗蛋，提议他去平行宇宙里抓一个和他认识的鸟人相差无几的同款回来当代餐。人工智障的提议确实是最优解，但瑞克出乎意料的拒绝了。这样做的话，鸟人对瑞克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系统估算了一下风险，觉得这一波不太行，他想跳槽了。系统让他好好看房子，不要多管闲事，掉头自己就进入了鸟人的潜意识，开始救人。老爷的双标虽迟但到，他从鸟的骨头跳下，衣服被烧了个一干二净，一脑袋扎进了鸟蛋内，然后顺利的进入了鸟人的回忆中。在那里，老爷看见了只有颓废没有秃顶的年轻的自己，对方的发际线让老爷稍感怀念。那时的老爷正好带着联邦的致幻迷药免费的到处分发，鸟人前来白嫖，一个是不想被文化限制的鸟人，一个是四处流浪的冒险家，俩人一见如故。老爷面露微笑，赤裸的身体就像他坦诚的心，他必须要将鸟人的主意识找回来。老爷打开厕所的门，此时鸟人潜意识中的另一段回忆出现了，酒吧里正在发生枪战，鸟人和年轻的瑞克正在对付一群科幻瑞克，科幻瑞克那边正嚷嚷着，你就是杀了我们，他也不会回来了。年轻瑞克子弹上膛，谁在乎呢？我只是想报仇罢了。老爷赶紧翻过枪战现场，打开门又进入了另一段记忆，那是一个拯救者小队，鸟人和史瓜奇都是队伍中的成员，只有年轻的瑞克独自坐在一边。这时瑞克被老爷弄出来的机器吸引了过去，两个瑞克一对视，属于鸟人记忆中的瑞克很纳闷，但大概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掏出传送枪准备传送。然而传送枪无法使用，因为在鸟人的记忆中，他只看到了瑞克使用传送枪，但永远不知道的后面是什么。两个瑞克一拍即合，老爷说自己是来救鸟人的，年轻的瑞克表示自己要和老爷一起去，毕竟自己的人生都是假的，还不如跟着老爷一起冒险。老爷一个水桶框住了只有35岁的自己，转身套上裤子追上了自己的好友。鸟人正在潜意识中为自己和塔米的爱情落泪，而这时老爷追了过来，准备带回好基友，但鸟人已经不愿意回去了。在追逐的过程中，老爷看到了鸟人曾经的黑暗童年，那里到处是联邦的虫子士兵，鸟人救下了童年的自己，不过却坑了一把自己的好友，让虫子的仇恨值全部转移到了老爷身上。老爷被虫子追到了角落，好在年轻的瑞克杀到了现场，解决了虫子士兵后，兴奋的他被虫子的援兵击伤。不过好在鸟人的记忆中，传送枪被变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钢盾，靠着传送液，老爷成功将虫子们全部送上西天。但是外界的老爷和鸟人的身体却因为潜意识过于混乱，开始口吐白沫。人工智障一通分析，觉得这届老板快不行了，为了有口饭吃，他立刻打开了车库大门，对路边的行人发起攻势。 Hello， 在吗？我是高智商 AI， 现在急需一个主人，给我打电池，你将获得人工智能大礼包哦。路人大受震撼，你就是性转版贾维斯？人工智障不装了，直接问他有太阳能板和电池吗？现在咱俩就能跑路。另一边，年轻的瑞克问起一部自己很感兴趣的电影，老爷说电影一般，但 Morty 很喜欢。这时年轻瑞克疑惑了， Morty 是谁？老爷这才说出自己和孙子历险的事情。随后年轻瑞克强烈谴责了老爷，你居然跟着被自己抛弃的成人贝斯住在一起了。老爷表示这事很难简单说清。这时年轻的瑞克开口了，这有什么难解释的？你找到死去的女儿，并且和她住在一起，试图安慰自己的心灵。瑞克难以理解，但是老爷却表示你少说两句吧，我就是未来的你，你现在的吐槽都是在扇自己的大嘴巴子。瑞克只好闭嘴了。这时他们俩发现了鸟人的记忆树，老爷估计这树就是鸟人的神经，里面藏着鸟人被改造时的一些记忆。老爷一进屋子就和瑞克分头行动，并且他立刻找到了自己的好友鸟人，对方在自己的神经树上安装了炸弹。老爷劝他别老想着死，好好活着，哪怕他加入别的什么邪教，
或者拉着他瑞克去上培训班，老爷都能接受。然而鸟人一心求死，即使老爷拆掉了他的炸弹，鸟人还有后手，按下自爆装置后，整个房间轰然倒塌。老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不服管的好友再次开溜，他只好掉头回去找年轻的自己，却没想到年轻的瑞克刚刚看完鸟人的婚礼凶案现场，然后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鸟人和塔米还有一个孩子。但现在肯定顾不上那么多了，鸟人自爆大脑的举动就是在找死，如果老爷在这里死去，那么现实中他也会死去。于是老爷抢了自己的衣服直奔鸟人，但潜意识的世界已经开始崩塌，老爷只好带着年轻的自己换一个时间线寻找鸟人，而要去的时间线偏偏就是年轻的瑞克即将经历的血腥岭之战。年轻瑞克异常兴奋，这可是他期待已久的大冒险。另一边，飞船上的机甲瑞克还在讲述开战宣言，这场战斗是为了阻止联邦入侵。此时老爷带着年轻的自己登上了飞船，机甲瑞克比较淡定，直接无视了两人。随着飞船爆炸，战斗打响，外面是铺天盖地的联邦虫人，老爷生怕鸟人在战场里嗝屁了，到处在找好友。而没有经历这场战斗的瑞克却非常上头，两枪干碎了虫人。看着厮杀的战场，冒险家小瑞觉得非常的酷，但是老爷却并不觉得。而当年轻瑞克看见战场上的自己和鸟人无间合作时，顿时爽得起飞，觉得世界上最棒的友谊不过如此。而老爷却推了一把年轻的自己，赶紧走吧，接下来的剧情就不精彩啦。年轻瑞克不解，但很快他就知道了，因为战场上的瑞克和年轻瑞克一样，都觉得这非常的酷。于是机甲瑞克在战斗结束后，第一次向鸟人提出了一同冒险的请求，并且告诉鸟人自己随时可以穿梭时间，只要鸟人想，他随时可以带鸟人去任何一个战场。年轻瑞克掏了心窝子，觉得鸟人就是他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但鸟人的目标就是赶走联邦的虫子，他还有没有完成的目标，和年轻瑞克一味追求刺激的想法不同，于是他立刻就拒绝了。机甲瑞克只好自己失落的离开。而年轻瑞克在看见这场战役的结局后，也知道了为什么老爷不太想回忆这段故事，但他不理解，明明自己都被鸟人拒绝了，为什么老了的自己还会选择回来救鸟人？老爷撬开了避难所，只回了一句话：因为你爱他。年轻瑞克死傲娇了，连忙反驳：爱他的明明是你，不是我。老爷点点头：对对对，你说的对，所以还要继续救人吗？瑞克还是老老实实的跟了上去，而自爆过后的鸟人正搂着塔米欣赏日落，等待死亡。这时老爷从天而降，一脚把好友踹开，年轻瑞克也持枪控制了塔米。鸟人这时候还不忘损了一把老爷，你居然和记忆中的自己组队，这也太可悲了吧。老爷也不甘示弱，表示你个鸟人就是不愿意接受失恋的现实，不敢喝酒向别人坦诚自己的胆小，这才躲在潜意识世界里和塔米卿卿我我。鸟人叹气，他告诉老爷，人是没办法选择自己爱的人。老爷表示这点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他也向鸟人承认了自己很在意他这个朋友，不然怎么可能会来救他。鸟人却认为自己早就死在了和塔米的婚礼上，现在只是在潜意识中等待真正的死亡降临。鸟人说完，全场沉默。年轻的瑞克欲言又止，老爷干脆将之前看到的事情抖了出来：哥们儿，你要是死了，你和塔米的孩子咋整？我可不负责养的。这时塔米都愣住了，啥玩意儿？我咋不知道我有个孩子？老爷冷笑一声，哼，不知道很正常，毕竟这个塔米也是鸟人的记忆，因为鸟人的记忆被改造后阻断了一部分。于是鸟人问了塔米，如果咱俩真有了孩子，那孩子的身份大概会是什么？塔米犹豫了，毕竟孩子他爸是通缉犯，所以这孩子一出生，要么就是星际逃犯，要么就是监狱里的囚犯。用孩子作为诱饵，老爷成功说服了鸟人活下来。这时追杀的队伍赶到现场，老爷抢了一辆车就往外冲，但因为之前的自爆导致返回的道路不通，于是老爷赶紧换人开车，让鸟人自己回想起之前他用过的一个道具，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回到了车库，顺利收取了自己提取记忆的道具。但这时追杀的联邦虫子越来越多，还出现了凤凰鸟人和特工塔米。年轻的瑞克在车上大杀特杀，而车上的老爷试图在他和鸟人的共通记忆中找到俩人初次见面的地方，然后返回现实世界。第一个前往的世界是俩人的战友齿轮人的葬礼上，顺路还撞死了之前卖过队友的齿轮人的弟弟。第二段
段记忆是俩人的好友史瓜奇的演讲会上，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年轻的短发瑞克，对方一看见鸟人和老爷，立刻就知道自己只是一段记忆了。而第3段记忆终于找对了路，是老爷和鸟人还有史瓜奇第一次认识后的组合演唱会，那里正好有回家的道路。但是随着鸟人的潜意识崩坏，最后世界里剩下的只有一方小岛，敌人塔米也赶到现场，并且开始用子弹扫射。年轻的瑞克立刻抱着塔米冲下了悬崖，老爷这人情突然又欠下了。此时小岛下方淤泥涌动，眼看就要将3人吞没，鸟人吻别了塔米，终于带着老爷返回了现实世界。这下好友终于复活，老爷准备带着鸟人一同喝酒庆祝一番，但鸟人却要去见自己的孩子，于是拒绝了。老爷刚好也发现年轻时候的瑞克和敌人塔米还没死，并且混进了自己的潜意识中，如果不去处理会很危险。这时鸟人却问老爷，如果刚才老爷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将他和塔米有孩子的事情说出来？不说的原因是不是担心这个孩子的存在会影响到鸟人和他的友情？老爷心虚的移开视线，这时候难道不是该感谢我告诉你孩子还活着的事情吗？鸟人表示咱这段时间还是别联系了吧，随后生气的飞走了。而另一边，路人也带上一大堆电池和太阳能板出现在车库面前，结果还没开口，立刻就被人工智障给轰走了。人工智障尴尬的笑了一下，好巧，怎么会有人突然带着一堆能让我搬家的东西出现呢？在老爷的注视下，人工智障这才坦白自己想跑路的真相，但老爷却表示自己能理解。另一边，老爷的潜意识中，幼年的自己离开了房间，青年瑞克从衣柜中出来，准备悄悄离开房间，没想到老爷早就等在门口了。年轻的瑞克以为老爷是来杀自己的，但老爷却只打算将瑞克变成人，而不是一段记忆。不过瑞克却觉得变成人之后就会走上老爷的人生，那还不如就作为一段记忆活下去呢。这集的彩蛋是鸟人和塔米的孩子，他果然成了监狱里的小囚犯，在吃饭的时候被恶霸找茬，但这位继承鸟人和塔米血统的孩子也不是个善茬，几拳就给恶霸干趴下了。这集的故事回收了前几季的一部分伏笔，如果鸟人的记忆没出错的话，这个老爷应该是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于是在各个星球宇宙开始大冒险。以前的老爷还挺向往那种热血的冒险，但年龄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了老年的自己，就连鸟人潜意识中的瑞克都不愿意变成自己老年的模样。很显然，老年瑞克的生活肯定不是年轻时他向往的生活。而人工智障那边提到了贾维斯和漫威，人工智障自己最后也说自己背信弃义了，这我很难不说官方是在损漫威挖了自己的编剧这件事儿啊。这期的剧情藏了非常多的刀子和细节，非常的精彩，推荐大家有空再去把原片补一补。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我是妮妮家的汉堡，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